一个女人小心翼翼走在冰面上，突然冰面碎裂，女人掉了下去。危急关头，一只狗子跳入湖中，咬住了女人，把她拖在后背。可洞口此时早已不见，刺骨的湖水让狗子很快没了力气。就在这时，狗子似乎看到了冰面上的一只黑狼王，于是猛力一跃，终于得救了。可没等男主人拉他，筋疲力尽的狗子还是掉了下去。狗子名叫巴克，就在不久前，它还是一只到处闯祸却依然受主人喜爱的宠物狗。你看它这架势，简直比二哈还能作。但好景不长，在一个晚上，贪吃的巴克被黑心的管家诱拐到木笼中，卖往了阿拉斯加，而这也是他改写命运的起点。在这里，他第一次遇到了这个老人，还帮他捡回了至关重要的口琴。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，就是这次的帮助，也让之后的巴克得以获救。新的主人是一个邮差，他的工作就是往返两地送信。但养尊处优的巴克哪里经历过这些，看见路边有只兔子，直接把队伍带进了坑。夜晚来临，巴克第一次体会到，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这么冷。孤独的巴克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黑狼王，可一转头却消失不见了。狗狗队伍中的领队是一只二哈，它很凶猛，经常欺负其他的狗子。这不，主人刚刚给的食物就被抢了。巴克看到这儿，默默地把自己的食物给了他。一群狗子看着巴克，心说这家伙有点意思。慢慢的，巴克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。看到二哈霸占着水坑，聪明的他便到旁边踩碎一个更大的水坑给大家喝水。甚至有一次，女主人不小心掉落湖中，巴克奋不顾身冲下去救了主人，而自己却落入湖中。男人急忙想要砸碎冰面，可却无能为力。伤心欲绝之时，一根木棍伸了过来，男人转头一看，高兴地抱着他，流下了泪水。可这一切都被一旁的二哈看到了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被巴克威胁了，于是就在这晚，他向巴克发起了挑战。一只二哈和一只牧羊犬的混血，这两只狗狗打架，你觉得谁能赢？巴克面对着二哈的挑战，只能被动接受。可身为宠物狗的他，怎么能打得过野性的二哈？几个回合，巴克便被打得无法动弹，同伴也都迫于二哈的威慑，默默地走开。可却还有一只狗狗选择了坚定地留下来，他对着巴克吼叫，希望能唤醒他。这只狗狗就是巴克把食物让给他的那只。终于，巴克醒了。这时，他再次看到了黑狼王，看到了那充满王者的眼神。巴克体内的野性第一次被唤醒。只见他站起身，一个闪躲，接着一嘴咬住了二哈，直接把他摔在地上，打回了二哈本应该有的表情。成王败寇，输了的二哈默默消失在黑暗的山谷之中。第二天，发现领队二哈不见的主人只好选择新的领队，但狗狗们都往后退。无奈之下，主人只好让巴克做领队。只见巴克弯下身子，眼神坚定的直接奔了出去，速度简直不要太快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却遇见了雪崩。主人见此，急忙让巴克左转，但巴克却在右边再次看到了黑狼王。下面还有一个山洞，坚定的巴克带着狗群奔向了山洞。好在他们冲了出来，这是一条近路。劫后余生的他们，在夕阳下山前，第一次准时将信送达。看着拿到信开心的人们，巴克也发自内心的高兴。第二天，这个因为儿子去世远离家乡的老人想给家里寄一封信，可已经收集好信件的他们已经准备出发。好在巴克及时停下，接过了老人手中的信。老人也认出了巴克，就是那只帮他捡回口琴的狗。这是巴克第二次帮助了老人。此后，小镇上的居民每天都能准时收到信件。但好景不长，主人收到了邮局寄来的信，信中说电报机很快就会普及，以后不再需要送信了。不得已的主人再次将巴克和同伴们卖给了几个淘金客，可就是这几个淘金客差点要了巴克的命。因为天气变暖的原因，雪橇被冻住了。可这个淘金客还以为是巴克不肯卖力，拿着棍子就想要打他。好在老人及时制止了他，并告诉他是你的雪橇冻住了。这是老人第一次救了巴克。出发没多久的淘金客因为雪慢慢融化的缘故，路面难走而停住了。淘金客生气的想要开枪打死巴克，而这时老人再次的出现，救下了巴克。冥冥之中，巴克帮了老人2次，而老人也救了他2次。老人将巴克带回了家，昏睡2天后才醒过来。因为老年丧子的原因，老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整天酗酒。可也因为巴克的陪伴，他再次燃起了信念。他拿出地图，想到儿子小时候痴迷的冒险故事，经常想要到地图外面的无人之地探险。于是老人决定带着巴克去完成这个心愿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狗，一只小船，开始了新的冒险旅程。一条河上，一个老人和一只狗在划着船，这就是巴克和老人。他们看到了飞鸟，看到了船
船下的鱼群，夜晚的景色是那么的迷人。但在一次急流中，他们的船破损了，老人和巴克只好上岸行走。看着美丽的景色和这一人一狗的画面，显得是那么的温馨。他们来到了地图外的地点，发现了一个小木屋，是以前淘金者留下用来歇脚的。他们整理了小木屋，准备在这里住下来。但他们不知道，那个可恶的淘金者发现了老人之前的住所，找到了遗留下的地图，正在向他们追来。这天，老人和巴克在水中洗澡，老人发现水底一个金色的东西，捞出来一看，居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黄金。他们从水底找到了很多，可在这时，巴克看到了丛林中一只白色的生物，看着他那眼神，老人说：“大胆的去吧。”随后巴克便追了上去，原来这竟然是一只美丽的白狼。巴克看呆了，他不知所措的想伸出爪子，可却被白狼打掉。回到木屋的巴克心中都是那只美丽的白狼，无心再想其他。第二天，巴克再次找到了白狼，看着他带领族群捕食，可一只灰狼却不小心掉入了湍急的河水中。眼前的景象，狼群都无能为力。就在这时，巴克有如神将，用他那庞大的身躯将灰狼救了上来。巴克终于得到了白狼和他族群的认可。就这样，狼群教会了他如何狩猎。此后的巴克时常会给老人带回他的战利品。这次的旅程似乎让巴克找到了属于他的归宿，他不再是从前那只卖萌耍宝的宠物狗了，他体内的野性渐渐苏醒。看着巴克的变化，老人决定是时候说再见了。他不再想要逃避，决定回家。临走的老人把黄金都丢回了河里，只留下了一点够自己生活。但就在这最后一晚，恶毒的淘金者还是找了上来，他开枪打伤了老人。听到了枪声的巴克迅速的跑了回来，他从屋顶一跃而下，一口就咬掉了他手中的枪。看着以前害怕的打狗棒，他不再畏惧，一口咬住，紧接着把这个恶毒的淘金者推向了河。而老人此时也已经危在旦夕。看着奄奄一息的老人，巴克叼来了老人儿子的照片和他那把视如珍宝的口琴。老人看着巴克，告诉他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随后便安然睡去。此后，巴克彻底呼唤出了内心的野性，他成了这片山谷中的狼王，而且和白狼也有了自己的后代。他带领着族群守护着这片山谷，可每次经过木屋的时候，巴克还是会停下脚步，缅怀着老人和他的那段回忆。人生其实就是这样，会有很多的选择和机遇，关键在于自己怎样把握。很多时候不狠狠逼迫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么的优秀。很多人说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，但我更愿意相信人定胜天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那么你就该行动起来，走出去，努力奋斗，也许你就是那个被埋没的王。